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最主要的话题呢，是我们团队最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反思，就是我们开始重新思考，现在我们把 AI 导入到了我们的公司里面，开始做了很多不同的转型之后，但在这过程中，或者是接下来，我们真的有省到钱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的答案，那你就会发现到你可能会是在这过程中是白做的，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转型嘛，我们把很多的可能以前需要人做的东西变成 AI 来做，或者是很多的一些系统的整个流程也改变了。但是改变之后呢，你发现到其实如果没有在节省成本的话，那是不是说其实这一个改革，这一个转型？或许它没有这一个必要性呢，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会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那我先来讲一下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情况。我们的公司呢，主要是在做 digital marketing，也就是帮大家做一些网络营销，或者是拍摄影片，或者是做一些 SEO 等等的一些服务。那我们的团队人数呢，现在大概是在30多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团队。那我们其实也尝试导入 AI 好几年了，就是在 ChatGPT 出来过后，我也一直在想怎么样能够导入团队。当然前几年的那个效果，我觉得是非常小的，甚至是没有什么效果。直到呢今年年头的时候呢，Cloud 的整个能力大幅度的提升，让我们的团队有了更加多的可能性，我们能够开发自己的软件，开发自己的系统，能够真正的把 AI 运用在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做法之后呢，我觉得整体的导入 AI 的那个步骤跟节奏跟整体的方向呢，才变得非常的清晰，也才开始很大力的去推行。所以在我们团队导入了差不多半年之后呢，我们发现到我们在这个 AI token 的这个花费或者是它的成本呢，有一个蛮明显的一个提升。所以我的团队在讨论的某一天，突然间萌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开始询问自己，在这个整个导入跟转型过程中，我们真的有省到钱吗？那我觉得一个好的问题呢，它就会激发很多一些好的一些思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不断的去思考，以及去找寻这样的一个答案。那我今天就是把我们团队呢这些天的一些领悟，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发现呢，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我觉得大家意识到一个东西是，导入 AI 呢，不只是让全部人订阅 ChatGPT 或者是订阅 Claude 那么简单。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诶，你要导入 AI 吗？那我就是让全公司的人都可以订阅 ChatGPT，或者是可以订阅 Claude。那我是不是就等于开始做了一个 AI 转型？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 AI 助手帮助他们就可以做了。我觉得这整个转型的过程呢，远远不止如此。OK，首先第一个是你的团队即使拿到了这样工具，他真的会使用吗？依据我自己的经验呢，很多的一些打工一族或者是可能比较基层的一些工作人员呢，对他们来说，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一个新东西，要改变自己的工作流程是非常痛苦的，或者是需要非常大的一个努力的，所以他们不一定会有这个意愿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或者是即使你把让他们去订阅 AI。我其实曾经有一个例子，是我让我其中一个团队成员呢，他订了我1年的 ChatGPT，1年之后呢，他才想起原来他一直都有在订阅这个 ChatGPT，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是我一个实际的经验，在大概1年多前。我自己实际上的一个体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清楚的意识到了，不是每个人都会发挥这个 AI 的这个专长，每个人都能够发挥 AI 真正的优势。对的工具必须在对的人身上去使用，它才会产生一个对的效果。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最好一个做法呢，首先第一个是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创办人，或者是你的 CEO 这些角色呢，必须是带头大家去做这件事情的。只有他们发现了自己的领导层有这个意愿做这个东西，大家才会愿意一起去努力，一起往这个方向去探索。再来，我们发现到要做到转型呢，你的整个业务都需要有很多的调整，所以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特别的一个领导层小组，就所有的领导层都已经开始加入了这个 AI 小组呢，开始去做 AI 的转型跟布局。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让领导层先跑，然后底下的人员呢跟着一起去执行，我们才能够更加合理的做到这个 AI 资源的分配，还有就是整体的成本的控管，还有最后就是让整个 AI 能够进入我们的公司里面，改变我们公司更多的一些流程，或者是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来达到我们前面想要真正回答的问题，就是要么你赚更多的钱，要么你节省更多的一个成本。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呢，随着你的系统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想要做出更好的一个产品，不断的发现到原来有这样的东西可以做之后呢，你的整体的 AI 的 costing 呢，其实会水涨船高，它的那个消费呢会变得越来越高，甚至呢，因为很多东西是比如说我们做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并不是做在 AI 的聊天界面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不能够依靠我的 ChatGPT 或者是 Claude 的订阅来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些算力呢它是独立出来的，那这些算力呢就是属于企业的使用嘛，这个就是真的是需要你花费真金白银去使用的。你里面用的每一个算力，它的每一次思考，生成的每一个文案，生成的每一个影片，改变的某一个数据，都是需要你
花钱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API 的一个 AI token 呢，是目前为止我觉得整体的成本变得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尤其是我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生成影片的这个 C-Dance 模型，那字节跳动的这个 C-Dance 2.5或者 C-Dance 2.0的这个模型呢，是目前为止业界公认最强的一个模型。当然，它就能够生成更好的一个影片，但是呢，它的问题就是它非常的贵。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下面呢，可能生成一支影片大概5秒到10秒的，我可能需要花费我$10的这一个费用，而且呢，如果我今天生成不是我要的方向，我还要再重新再点按生成，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直接交给你的基层团队，他们根本不懂这个东西的价值，他当然只是想快点把工作做完，所以他就会不断去点按，一直到他抽到他要的那个视频为止，那中间你消耗的整体的成本就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讲究，到底我们做了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能够带来同样的回报，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会开始重新去反思嘛，所以我们一直做的蛮严格的一个控管，我们自己的发现呢，就是这个 AI token 的使用呢是会超过我们团队所想象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那它到底省钱在了什么地方？那所以呢，我自己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你真正的想要做到 AI 转型，我觉得更好的一个模式是你的公司或者是你的团队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收入。如果你有一个新的收入来源，甚至是一个更加增长的一个收入来源的一个选项呢，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加值得去投入 AI 转型的一个方向。首先呢，现在有了 AI，你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嘛？比如说你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服务，能够做到以前没有办法给到客户的价值。但这个时候呢，你的整体的产品呢就能够提升价值，提升了价值呢，你就能够卖更多的费用，最后就能够赚取更多的收入嘛。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 AI token 的这个增长呢，才是有办法去抵消的，就是因为你有更多的收入嘛，甚至你的公司可能本来是每一年是呈现可能30%到50%的一个增长，现在突然能够呈现2倍到5倍甚至10倍的一个增长，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到这个 AI token 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思路。如果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收入来源、新的一个商业模式、新的收入的模式呢，那你很可能就会面对到我们团队现在面对的这个情况，就是呢，我们转型了之后呢，我觉得那个概念就好像是我们今天在战场上面，我们本来都是使用刀剑，我们都是使用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兵器，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兵器都卸下了，我们换上了枪，我们换上了火炮，我们换上了战斗机，我们换上了坦克。但是呢，前期你需要投入的成本很多，你需要去购买这些东西，甚至你要有生产线能够补给这些弹药。所以呢，你发现到你做了这么一大圈的一个转型之后呢，你的成本提升了很多，但是呢，你打了仗或者是你能够赚取的收入还是跟之前一样。那你的成本变得很高，但是你赚取的收入跟之前一样，甚至没有更多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你所有的对手都能够做到同样的东西，所以最后我们就发现到一个东西，就是今天只是所有的战场上呢，所有人的武器都从刀剑换成了火炮，但是呢，我们的收费，我们的竞争优势并没有任何的改变。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呢，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到 AI 的成本呢已经超过了你的想象。那这个时候就回到我们现在这个疑虑，甚至是我们想要讨论的一个方向，就是到底 AI 真的能够帮我们省成本吗？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未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在做 AI 转型之前呢，每一个老板或者是每个企业主或者是每个团队的领导呢，都需要好好去思考的，就是到底这个 AI 的模型是不是真的能够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收入来源。当然，我觉得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你也不一定能够想到这个答案，因为如果你能够想到，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 AI 高手，甚至是你的团队已经是把 AI 给摸透了，你才有办法想到一个新的收入来源、新的商业模式嘛。所以其实从我的角度呢，看似是一个选择题，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必答题，也就是说，转型是一定要做的，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你发现到呢，你今天已经转换成火炮，整个战场上的战斗能力都是使用枪炮，都是使用战斗机，但是你还在使用刀剑，我觉得那个竞争劣势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觉得单单从这一个环境中活下来的这一个本能呢，就已经让我们决定了必须要做这个 AI 转型。但是呢，我想要强调一个重点，还是在做 AI 转型之后呢，你必须去努力的找到更好的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是更好的一个市场定位，否则你会面对一个情况是，你的成本呢还有可能比以前变得更加多，但是因为你没有更好的一个收入支撑呢，反而会让整个营运起来会变得更加的压力。再来呢，我自己得出第二个很关键的一个结论呢，是其实我们省下来的是一个人力成本，甚至是你未来扩张的一个人力成本。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我回到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发现到呢，我的这个团队呢，可能以前是10个人可以服务100个客户，但是呢，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我发现到，诶，现在我们去到了150个、160个客户，这10个人还是可以 handle，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呢，你就意识到，诶，我是能够透过不用增加人力的方式，但却能够不断的提升这样的一个效率，所以呢，你把更多东西交给 AI 来做，让人能够 focus 在比如说服务客户，比如说更加专注在其他的一些不可替代的一些价值上面，把一些重复性的工作、生成内容的这个生产线呢，完全的交给 AI，人呢就去负责服务客户，就去负责了解客户的需求，就去负责很多一些细节上面或者是 AI 上面做不好的一些部分。只有这个时候呢，你才会看到你整体的质量有了一个提升。就是我觉得它不能够因为你有了 AI 的导入之后呢，你的质量是下降的。比如说我们发现到 AI 的这个视频呢可能很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很激进的去推动这个部分，因为它会让我们整体的生成的质量会降低。但如果今天我们发现到呢，诶，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生产，比如说他现在可以做 animation 了，这个以前花我们团队很多的时间，但是现在有可以做 animation 了，这个是对于客户来说是一个附加价值，那我们后面就有机会可以赚到更多的收入，甚至是有跟客户有更深的一个业务关系。所以在我自己的经验中呢，我发现到呢，因为我们团队是分成很多不同的业务嘛，有一些业务是真的能够做到不增加人的情况下面去服务更多的客户，但是有一些业务就是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增加更多的业务，就是呃今天10个人能够服务到100个客户，当我增加到第120个客户的时候呢，这10个人就承受不住了，我需要再增加第11个人，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到每一种业务，每一个不同的工作模式，每一个不同的商业模式呢，其实它都会有很完全不同的导入方法，跟它能够接受得到的那个成本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加需要的导向就是你如何去看清楚到底你节省的成本是什么。那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呢，我就会意识到，其实我节省的这个最大的成本就是在未来我需要扩张的时候呢，我的整体人力成本可以下降很多。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把这个 AI 呢当成是一个外包人员，然后这个外包人员是随时调动的嘛，因为 AI 就是一个算力嘛，所以是我今天需要用到这个我才去订阅。也就是说呢，假设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10个人可以服务到100个客户，但是呢，今天呢，我突然间多了50个新的客户，或者是我今天突然间多了1倍的客户，现在我有200个客户在手上。以前的做法，我需要临时去聘请更多的人手，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了，你的培训不一定跟得上，你的服务的质量就会开始降低，然后这些人不一定是能够跟得久的，或者是之前的人开始承受更多压力，可能会离职。那离职之后呢，你需要更多的人力培训，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是很多成本是隐藏的成本，它可能没有直接的出现在你的 profit and loss 里面，但是呢，它是让你的团队更加的疲惫、更加的疲于奔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些 AI 的系统呢，我们可以做到的东西就是先变200个客户，我还是可以10个人做，或者是我可以11个人做到200个人的客户。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做的东西就只是把我的 AI 的这个 token 的消费变得更高，比如说我开大了我的使用权，但是因为呢更多的东西能够交给 AI 来做，所以我就能够让更少的人去服务到更多的客户，这样子我还是能够赚取同样多的收入，甚至更多的收入。所以我自己发现到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今天只是执着在现在你可以节省多少成本，可能是我觉得是你会看不到多少的一个方向，因为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 HR 的成本、人力培养的成本，甚至是比如说你要需要留人才，你要给他的包括可能 NOD 呢，甚至是一些 company trip，你还要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现在呢，只需要围绕在这10个员工就足够了。我就是看好我这10个员工，借助 AI 的这个能力呢，我能够服务到更多的客户嘛。那我是不是就有更多的收入？那我有更多收入，我就能够分配给这10个员工更好的一个薪资福利。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它才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改变，就是看似我的 AI token 的成本提升了，但是因为我的团队的整体的效率变得更强了，所以在接下来应付扩张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以前的扩张的形式呢，我觉得是非常缓慢、非常的风险的，我很容易因为一个扩张呢，导致我的整体的服务质量大幅度的降低，导致我甚至原本的客户底盘都可能守不住了。但是现在 AI 呢，我只要把这整套系统给做好了之后呢，我的扩张是很随时的。你今天有更多客户进来，我能够更快的响应。你今天突然间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裁员的时候呢，我的裁员的幅度也比别人更低，对吧？就像回到刚刚的例子，假设我今天是200个客户，突然间因为某个情况，我现在跌到120个客户，那如果是以前，现在你团队变成20个人，你可能需要砍6个人，砍8个人。但是呢，我这个情况我还是10个人啊，我从到尾都是10个人，我最多就到了11个人嘛，所以这个时候我甚至能够在完全不裁员的情况下面呢，继续的
在这个市场上面存活，甚至是我的团队成员反而能够越过越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结论。简单来说，最后企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回到开源节流这两个方向嘛。所以我觉得，即使是做 AI 转型，也是同样的事情，因为 AI 它就只是一个基础设施，它就只是我们的一个武器库。所以你要做的东西还是没有变化，你还是必须想着，我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趋势，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些工具，我现在是不是能够做到开源，有更多的收入来源？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进展最大的一个空间，或者是在节流方面呢，我们看的不是现在我们节省了多少成本，而是未来我们在扩张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节省多少成本。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